王爷。王爷，免礼。楚楚，验得如何？这3名死者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分别是溺死、勒死和烧死的。第1名死者喉结上方有明显勒痕，舌骨骨折，是勒颈窒息而死的。第2名死者肚腹鼓胀，口鼻深处有少量血沫，是溺死的。第3名死者四肢焦黑全躯，口鼻有烟灰，是烧死的。他们在临死前也没有挣扎打斗的痕迹。赵将军说，他们死的时候都有证人证明他们是自杀的，不过我从尸体上看不出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自杀的。安郡王，有关他们自尽之事，都是营中将士亲眼所见。这位姑娘可是不信末将所言，末将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所言字字属实。楚姑娘并非不信你，只是她身为仵作，一切从尸体上看不见的事，她皆不可妄言，还请赵将军体谅。是末将一时心急，失礼了。王爷，就算有人能证明他们是在众目睽睽下自杀的，我觉得这事儿也有蹊跷。为什么？这3个人里，官阶最低的也是6品武官，他们3个肯定都是功夫不俗的练家子。要是想自我了结的话，有的是干脆利索的法子。可这什么拿腰带勒死自己，在澡盆里淹死自己，还有人莫名其妙的跳进火堆里活活烧死自己，这些过程既痛苦又麻烦，他们放着刀剑不用，这是何必呢？我觉得他们就算是自杀的，也肯定不是自愿的。冷将军想必对此也有所怀疑，所以急着请安郡王您前来。他怀疑他们不是自愿自杀，他当然会这么说了。他不是说这些都是邪祟作怪吗？邪祟作怪当然就不是自愿自杀了。楚楚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冷姑娘说他们死的过程会很痛苦，就想起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又不知是哪里不对劲。王爷，我能不能剖验看看？剖验？难不成是将他们剖干？安郡王，这……赵将军，现下军中一切查案之事，皆由本王来安排，有劳赵将军带他们来验尸。赵将军若还有公务在身，可以去忙了。既然如此，末将告退。你只管验，一会儿我让人给你送准验批文来。谢谢王爷。该是他们陷你才是，万事小心。放心吧。楚楚，剖验完这3具尸体，你可有什么特别的发现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特别的发现。我剖验他们，发现溺死者吸进去的水，烧死者吸进去的灰，比一般死人吸进去的多，又比活人吸进去的少。你是说，他们临死之前，既不是死人，也不是活人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死不活，那是……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叫做活尸体。像我这样的活尸体？不是啦，这么说吧，一个人要是死了，再被扔进水里或是火里，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喘气了，也就吸不进东西了。但活人不一样啊，他得喘气，一喘气他就挣扎，那吸进去的东西就会更多。可是这2个人不一样，虽然他们死前也吸进去了东西，可是他们吸进去的量比正常人要少得多。如果一定要形容是什么状态的话，他们应该就像平日一样，直到死都在正常喘气。那勒死自己的那个人，他身上也有可疑？最怪的就是这个冯丽。一般来说，自己勒死自己本来就挺难的，尤其是像他那样，他拿腰带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，一交叉，2手拉在2端，这样就更不容易勒死自己了。因为人一旦被勒到一定程度，会疼，也会喘不过气来，那手上的力气就会变小。
除非一上来就使出很猛的力气，才能一下子把自己勒死。但是这冯丽不是这样的，从她的颈上和掌心的勒伤，还有喉部的碎裂情况来看，她不是一下就把自己给勒死的，而是手上一直使着差不多的力气，直到把自己活活给勒死。也就是说，这3人都曾身处极端痛苦的状态而不自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临死之前都吃过些什么？都是些正常饭菜的残渣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王爷，我是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邪祟，不过这几个人的死法我真的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听过。他们真的中了什么邪了？怎么了？害怕？谁害怕了？我才没怕呢。就算他们真的中了邪，那活的你管，死的我管，不死不活的我们就一起管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咱们管不了的。若是害怕，今晚就去我那里睡。侯斌送来的证词，我怕是要看到天明了。你放心去睡，我不会吵你的。那我陪你一起看。王爷，京上竟出事了！什么？马上带我去。是。走，走，走！下来，你们！下！怎么回事？你闪开！你疯了！怎么了？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将军，这个潜州兵也疯了，和先前那些发狂的将士一样，脉象并无什么大碍。没事就好。冷月，你可有什么法子能让他尽快醒过来？有，扎几针就行。那把他送到我住处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来啊，把人带走！来。安郡王不介意的话，我能去听听吗？冷将军，请。请。愣着干什么？又不是头一次见。有安郡王在这儿，一切会很快水落石出的。你们给我多拿些胆气出来，小心给传出去，说咱们节度使几万禁兵，竟然怕一个发了疯的黔州军的小卒子。没听见吧？该上哪儿歇着上哪儿歇着去。赶紧都散了。是。哎，齐郎中，这儿就你来收拾了啊！哎，还有啊，我跟你要那单子，你赶紧给我弄出来啊！是。需要什么，我赶紧让人去采买，不是？是。我先忙着了啊！好，您慢走。